这2天，天文学家们都把目光投向了火星。就在世界标准时间10月3日凌晨4点，那颗叫3I阿特拉斯的星际彗星给火星来了一场猝不及防的拜访。它不仅把火星夜空染成了诡异的绿色，还触发了极光甲烷暴增，甚至传出了每22秒一次的规律脉冲。连 NASA 和欧空局的科学家都懵了，这到底是彗星还是伪装成冰块的外星设备？今天咱们就来复盘这场星际邂逅背后的诡异细节。昨晚，整个太阳系仿佛都屏住了呼吸。3I 阿特拉斯彗星正沿着它的单向旅程冲向与火星的约会。这是它在太阳系里离任何行星最近的一次，距离仅2900万公里。天文学家为这一刻准备了好几个月，但不管是 NASA、欧空局，还是最资深的彗星追踪者，没人能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这颗裹着冰层的星际流浪者在虚空中悄然滑向火星时，围绕红色星球的所有探测器都动了起来。火星侦察轨道器、火星快车、Maven 探测器、微量气体轨道器全都对准了这位访客，仪器调到最灵敏的状态。就连火星平原上的毅力号漫游车也临时承担了监听任务，专门捕捉大气里最细微的变化。人类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实时研究一颗星际彗星，所有人都在期待一场常规的天文观测，直到彗星开始不按剧本出牌。一开始一切都很正常，彗星拖着暗淡的祖母绿色光芒，裹着一层薄薄的尘埃，长长的彗尾指向太阳。可没过多久，它突然亮了起来，先是慢慢变亮，接着亮度急剧飙升，仿佛有人偷偷按下了某个隐藏开关。它的彗发越扩越大，发光强度甚至逼得科学家紧急重新校准仪器。更诡异的是，从它地壳下喷发出的气体不是常见的水蒸气，而是大量的二氧化碳和氢气。这种分子的数量之多，连科学家之前建立的模型里都没有。谱图上的信号亮得刺眼，任务控制中心的人都懵了，这哪里是彗星经过行星，简直像访客在高调宣布自己的到来。更离谱的还在后面，火星的大气层本来很稀薄，磁场也零零散散，平时很少出现极光，可在彗星掠过的那几个小时里，仪器突然检测到了紫外线极光，在火星的夜空中轻轻荡漾。这极光的强度比太阳活动能引发的还要强，源头一查，正是彗星经过的区域，就好像这颗冰块擦过火星大气层时，让整个星球都嗡嗡作响，硬生生激发出了不该有的极光。但真正的震惊还在几分钟后到来，彗星核心开始脱落碎片，在火星上空运行的轨道器捕捉到了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它们没有像普通碎片那样沿着简单的弹道轨迹漂移，反而在做扭曲的盘绕运动。科学家们争论不休，有人说这是螺旋脱落，有人说这是协调漂移，甚至有比较迷信的人在私下里念叨着一个大多数天文学家都不愿提的词——控制。几乎是同时，微量气体轨道器又发现了一个异常，火星高层大气里的甲烷突然激增。要知道，甲烷可是火星最大的谜团之一，它总是偶尔爆发，然后又神秘消失，从来没找到过明确原因。但这次的甲烷激增时间点和彗星经过完美重合，误差小到让人无法忽视。是彗星用它那外星冰块给火星播了种，还是彗星的辐射唤醒了火星地壳下沉睡的某种东西？没人能回答，但这巧合实在太蹊跷了。紧接着，更诡异的信号出现了，一阵低沉的嗡嗡声，在静电里忽明忽暗，每22秒准时出现一次。一开始 NASA 的工程师以为是仪器噪音，可没过多久，欧空局的火星快车探测器从完全不同的位置也捕捉到了同样节奏的信号。2个航天器、2套仪器测到了一模一样的脉冲。这个信号在任务日志里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既不够随机到能被当成干扰，又不够规律到能直接定义为人造信号。后来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等离子体相互作用，彗星带电的彗尾和火星磁化的地壳之间产生的自然共振。可在任务控制室里，已经有人开始窃窃私语，
如果这不是自然现象呢？与此同时，地球上的业余天文学家也发现了不对劲，他们拍到的彗星照片里，翠绿色的光芒比之前亮了1倍还多。要知道，这种绿光通常来自被阳光激发的双原子碳分子，亮度很少会有这么大的波动。更奇怪的是，亮度飙升恰恰发生在彗星掠过火星之后，就好像它从这次邂逅里吸收了什么，变得更活跃了。猜测一下子炸开了锅，有人说彗星携带的星际有机物和火星大气发生了反应，有人说碎片的螺旋运动暗示彗星内部有磁场，可彗星不该有磁场啊。还有最大胆的理论，那规律的脉冲、奇怪的碎片轨迹，根本就是工程物体的痕迹，不是天然形成的流浪者。NASA 和欧空局急着发科学新闻稿，只提不寻常的化学反应，对于放气事件、未建模的等离子体相互作用避重就轻。但在紧闭的门后，研究人员们已经在讨论更黑暗的可能性，这东西真的是彗星吗？会不会是某个文明用尘土和冰块伪装的探测器？这场相遇虽然无声，却被火星上的每一台机器都记录了下来。毅力号的天空摄像机拍到了头顶微弱的绿光，好奇号的辐射传感器捕捉到了带电粒子的微爆，就连早已休眠的洞察号地震仪都被唤醒，记录下了异常的电磁噪音。后来查证，这些噪音都来自彗星的掠过，仿佛火星上的每一台设备都感知到了这位访客的不一般。现在，全世界都在等下一步。3I 阿特拉斯没有停留，继续向内太阳系进发，正朝着离太阳最近的地方移动。如果它在火星附近就表现得这么诡异，那进入内太阳系的熔炉后又会发生什么？它会壮观的碎裂，把外星尘埃散播在太阳风中吗？还是能撑住，继续带着它的绿色光芒前进？更关键的是，到了12月，它会奔向地球轨道附近，到时候我们能看清它的真面目吗？可能性既让人激动又让人不安。最好的情况是彗星解体，只留下数据和无害的尘埃。但如果它的碎片在太阳系里徘徊，几年后穿越火星轨道，甚至靠近地球呢？而最令人不安的理论是，彗星的种种异常都是故意的，脉冲、螺旋碎片、甲烷激增，每一个都可能是设计出来的。如果这是真的，那3I 阿特拉斯就不是普通的访客，而是一个探测器。昨晚经过火星只是一场彩排。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站在火星表面，夜空被彗星的绿光染成绿色，极光在不该出现的地方闪烁，碎片像受控的卫星一样盘旋，稀薄的大气里传来无形的脉冲，对火星上的漫游车、轨道器，还有地球上的我们来说，那一瞬间仿佛瞥见了星星上写着的秘密，只持续了心跳那么短的时间。现在，地球上每一个主要天文台都锁定了这颗彗星。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在等太阳汇合后获得清晰的观测视野，地基无线电阵列在监听异常的发射信号，甚至连公民科学家都在贡献自己拍的照片，实时记录彗星的亮度变化。整个科学界的动员程度，自从奥陌陌之后就再也没有过。可3I 阿特拉斯和奥陌陌不一样。奥陌陌沉默寡言，像个匆匆溜走的阴影，没等我们研究透就消失了。之前的鲍里索夫彗星表现得和普通彗星没两样，但3I 阿特拉斯既不沉默又不普通，不该亮的时候亮，不该碎的时候碎，还传出规律的脉冲，留下甲烷的痕迹。它不像一个物体，更像一个正在展开的故事，而人类才刚刚开始读第一页。接下来的几周至关重要。如果3I 阿特拉斯能撑过近日点，它的下一章可能会在地球轨道附近展开。如果它碎了，每一块碎片都会带着外星化学物质，带着谜团，在太阳系里漂流。但有一个事实无法忽视：昨晚之后，火星被标记了，不该有的极光，不该飙升的甲烷，不该存在的脉冲，每一个都是异常的证明。或许等到历史学家回顾2025年10月3日，他们不会只记得一颗彗星掠过火星，而是会记得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意识到，星际访客不一定会悄无声息地来，有时候他们会主动敲门，留下一堆问题，让我们开始思考
在宇宙里，我们真的是孤独的吗？如果3I 阿特拉斯真的不简单，那昨晚不是结局，只是开场表演，是跨越星际的一场大戏的第一乐章。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是观众，还是这场戏里的一部分？别忘了，昨晚火星不孤单，我们也一样。